他的签术到底怎么样？看不透。千门一道，出签的手快，不如藏签的心深。签得了别人，签不了自己；跑得了江湖，跑不出因果。我见过的老千无数，但能让我看不透的，唯有他一人。既然如此，他这把千门的尖刀就应该好好利用一下了。除非做局需要，否则绝不放。想跟着我们出六爷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。出多少？手机关机，传呼不回，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了？输多少？30。他输多少怎么了？你帮他还呐？钱哪来的？是我，喂，我帮他借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黄润，哈北蓝道第一家族邹家掌舵人，邹老爷子干女儿。不过，现在有了个新的身份，老黑的女朋友。见笑了，叔娘。这你也知道，我老黑一直单着，遇见黄润也算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美人关后鬼门关，色令智昏的老黑，你连这么简单的扎火圈的局都看不出来吧？朱亮，你相信我，黄润他绝对不是这种人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你来这儿赶紧帮我赌2把，要不然我输了这么多钱，没法还黄润的朋友啊。老黑，你答应我，绝不跑。一次，就一次，你帮帮我，只要回了本，我保证再也不赌。搞什么搞？唧唧歪歪半天了，要就继续，不否就滚蛋！我尝尝，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？吴坤，你别闹了，男朋友在。赶紧给我松手！
兄弟呀，怎么这么小气？一个女人而已，不开心啊？还给你喽，你喜欢吗？我再送你一个，看我多大方！你喜欢我就都送，玩够了记得还给我啊！他妈谁呀你？他叫风坤，是邹家二老板手下的得力跟脚，行事总得有心狠手辣，同时也是千术高手，尤其擅长武道。我冯坤和你赌命。这个俱乐部就是他赢来的，还有你说的30万，也是找他借的。因为邹家做事的人都很怕他。不是，你为了这个野男人，在我这拿了30万，时间到期了，是不是要把钱还一下？楚了，不，楚六爷，咱们兄弟一场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。只要过了这关，我老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，绝不二话。对对，你们不是兄弟吗？你就帮他这一次吧。老黑，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是个局，是他们做给你的局。现在要么你跟我走，永不碰你；要么我自己走，你留着。楚亮，你真的见死不救？那我走了，红人怎么办？不赌。真他妈好笑！你以为老子不知道你是谁啊？你叫初六，是哈北蓝道刚刚出头的小老千，搞过鬼手，赢过蜈蚣，还赢了他一大笔钱。你说你一个小老千怎么会说不赌的？你他妈是要逗我开心的吗？哦，当然，除非你怕。如果你害怕，就滚出去，别再说自己是混蓝道了。真正的蓝道在赌桌上是把棺材本儿都押给老天看的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押命不皱眉，输赢不为仇。江湖上不赌的人，连牌桌都上不了。就是嘛，你看看他们俩，欠我的钱，如果不继续赌下去，拿什么还？没钱还，那我就要他们的命。你呀，可以走，但他们必须留下来。好，我跟你赌。这就对了嘛。江湖路窄，牌桌路宽，你赢，满城灯火皆信你；你输，黄泉路上不点灯啊！来人啊，起牌！你我都是哈北人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就玩我们都熟悉的扎金花。皇上说了，他是擅长软牌，跟他赌牌九或者麻将，不赌软牌。炸金花可以。你我面前30万的筹，你赢了，带走30万。你兄弟的钱你也还了，但要是你输了，就欠我60万。
不过，你要是想继续玩，我就继续给你发嘛。但前提啊，你得东西抵呀。弄了吗？怎么样？说话！不怎么样。什么意思啊？驻马太小，勾不起兴致。嫌小，真他妈欠了鬼了！刚刚谁口口声声的说不多，现在嫌小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呀？好，多大？如果我赢了，这间厂子就此关门，永不再开。以后，只要我初6在哈北一天，一见到必须喊爷。初6一。爷，我看你像个笑话。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，还想当爷？那你输了呢？你说，我要你往蜈蚣里的钱吐给我，另外，我要你3根手指。这搞得也太大了吧，听着都吓人。小赌怡情，大赌要命啊！初六不行，不能和他赌这么大，你就跟他赌30万就好了。别忘了，何欢是他的人。我接了，痛快！不过我再加一个规则，说，我讨厌绕圈子，所以你我的赌局3条为最大，2、3不能杀3条。没问题。出钱被抓呢？废话，你第一次在蓝道上混啊，当然直接是判负了。哦，还有牌局引起的问题算场子，也就是算我输，怎么样？好，就听你。开局。2位，请检牌。2位请压底注，底注为1000。请下注。海哥，我吓死你！就先1万吧，肯跟我？不要，你小了一下。不跟。小老钱啊，你胆子可真小！我最大的一张牌，82，1万都不敢下。请下注。你胆子太小，这把我不看，我给你一个跟的机会，1万。
到底下多少？说！啊！小老千，同花顺你都不肯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不会是想要一个抓3条 A 的机会？别做梦了！即使手握天牌，也未必能拿。更何况，我不过是一个同花顺。这都不跟，这是稳赢的牌呀！感觉他像是不会玩，在这吹牛逼的。你一手都不跟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你想让我局局收底，300局把你赢干净？那你想怎么样？能不能痛快一点？不要这么消耗我的耐心。想要痛快，我给你。一局定生死，敢吗？你终于像个男人一样硬气。跟3根手指，我要定了。发牌。发牌。哪一边呢？我拿了一张 A 啊，怕不怕？一张 A 你叫不叫？你能保证拿到3张 A 吗？哦，说的对，你说的非常对。还有3张 A， 我还要他2张。小姐，怕不怕？你猜我这第2张会是什么？会不会还是一张 A？ 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你怕了？怕就对了。对，还差了1张，我就是天牌，你死定了。兄弟，要不先看一下吧？对了，要不看一下吧？要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。穷通有术，输赢在天。看与不看，胜负已成定局。客官，发牌吧。客官，发牌吧。这真是个犟种，刚刚有赢的机会，自己把握不住，怎么的，连牌都不敢看啦？看他这架势，没赢的希望。你猜我这张牌会不会也是张 A 呢？老黑，徐六爷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碰赌吗？我刚才说过，如果人生如局，即便你手拿天牌，也未必会赢，因为命运从不按牌理出牌。凤坤，其实你拿没拿到 A 根本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咱们俩谁能赢下这局。说的太有道理了，但是你说的那些都是屁话。其实有时候啊，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帮小老千，会那么一点3脚猫的功夫，就开始走蓝道闯前门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蓝道赌的根本就不是钱，
而是赌你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，懂吗？你就这么确信，你一定能有我？对呀，你只拿到了1对 A， 又不是3条 A， 你慌什么慌？死到临头还嘴硬。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定3条 A 最大，2、3、5不能单杀。我这才叫签。成局之前，我把所有漏洞都堵死。怎么样？现在心里什么感受？压抑、崩溃、绝望？坤哥太强了，这是要杀人诛心呐！他这张牌一定是 A 吗？我知道，你现在心里肯定在祈祷，祈祷我这张牌不是 A， 对吗？少废话，亮牌。其实我很享受这么折磨你的过程。可是你自己却着急把你3根手指送给我，好吧，我成全你。哇！这还3条 A， 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拿着3条 A 天牌，你拿什么赢我？啊！刚刚是谁说人生就是拿了天牌也不一定赢？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小丑？这手是真漂亮，这要是真断了3根手指，还真让人疼心了。怎么还不死心啊？你现在是在想我怎么出的签？你想抓我的签，对吗？我知道，毕竟你银鬼手跟蜈蚣靠的不是出签，是抓签，对吧？我对你够了解吧？搜我，来搜我，看看在我身上能不能搜出出签的证据。不过我要提醒你哦，你要是没搜出来，我可要你另外1只手啊！他不敢。不敢，不敢那就算了。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，但你这3根手指，我可是要定了。东浩，这事儿是因我而起，初6是帮我赌的，要手指也该要我的。来人，请扎签刀。千门蓝道就是这样，玩得起就出，玩不起就出去。本来呢，你可以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小老千，可你非要替人枪出头不说，
还拿着一张破照片到处打听邹家的消息。邹家的消息是你一个小老千能查的吗？放上来！你就这么确定我一定会输？这人怎么还在垂死挣扎？冯坤都3条 A 了，先牌他拿什么赢？牌没亮开，便是输赢未定。冯坤，你还是太心急。好，我就让你死个痛快，亮牌！还第4张哎，能代表什么？哇，黑呀，6条 A， 结果你他妈出千！一副牌里你给我搞出6张 A 来！按照蓝道的规矩，我先是亮的牌，你就算拿3条 A， 也他妈没用！冯坤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牌是你们厂子定制的牌，外面根本买不到。厂子是你的，荷官是你的，牌也是你的。你说我出千，你觉得这事儿对吗？对对对，你刚刚自己说了，还有问题算你们头上。对，冯坤刚刚的确这么说的。就算没输，出这情况也算厂子的问题。你现在是不是在想，我到底是怎么出的钱？来啊，搜我给你机会搜。但如果你没搜出来，我要你一只手。这是刚才你跟我说过的话，我还你。来吧。你告诉我，那张牌里为什么有6张 S？ 说，为什么有6张 S？ 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技不如人，还为难一个刚才帮你出千的女，算什么本事？你算什么本事？我输了，我认，不就几10万吗？呸！别忘了，这间厂子就此关门。你干嘛？吓我？还有个赌约，别忘了。6爷，出6爷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清楚。6爷，出6爷，听清了吗？记着，以后在哈北见到我，必须喊爷，记住。
结账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兄弟还欠我30万。哎，钱在这儿，我们俩清了啊。苏六爷，你这是？你在关二爷面前答应过我，永不碰赌。识赌识诈，不赌为赢。关二爷在上，今日我老黑起誓，永不沾赌，愿追随我兄弟初六的步伐，清狗庄，除黑场，早日挖出害我兄弟父亲的凶手。是，我承认我做错了，但矜持一世，下不为例啊！苏亮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初六从拜师那天起就立下重誓，绝不以赌谋生，以钱求财。你老黑也答应过，绝不碰赌。你做不到，就别怪我。我的钱，别抢我的，我的。苏亮，我老黑是说话没说话，但我们兄弟一场，连这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感情？我走的是蓝道，入的是仙门，过的是3更穷5更富的日子。你跟一个老千谈感情，你觉得我们配得上谈这2个字吗？老黑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昨日因今日果。当你坐上牌桌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应该接受今天的一切。放开！你这是什么兄弟啊？他宁愿把钱扔了都不帮你还债。你告诉我，我们该怎么还？苏亮，你还拿我老黑当人吗？啊！平日里口口声声的兄弟，现在有钱宁可扔了都不管我。刚才这么多人在这，你就这么羞辱我呀？好。不然就怪我不义了。苏亮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要砍你啊，苏亮。
当你把刀举向我的那一刻，你砍不砍我都不重要了。楚了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不是。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江湖路远，你多珍重。与我兄弟一场，我希望你好。楚了，人家都不搭理你了，你还往上贴。你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等一下，你刚刚怎么出的钱？想知道啊？说。下辈子我告诉你。你刚刚就站在他身后，你有没有看他怎么出的钱？根本没看到。没看到？你眼珠子比你胸都大，你竟然看不到？怎么火气都这么大呀？邹家二公子，江湖人称二号，为人阴柔奸诈，看似正经，实则心无所。怎么火气都这么大呀？对不起，二老板，我输了。别紧张嘛，牌桌上输输赢赢很正常哦。你就是小黑？我他妈叫老黑，不叫小黑。小黑，你真壮啊！他妈干什么呀？开个玩笑，别怕嘛。抬头。小黑，你看我们两个谁白？哼，他妈有病吧？你真可爱。坤坤，二老板，这个叫初六了，是苏梅的人。那个臭女人，又代表着我妹妹邹小仙，来和我争夺邹家新厂子的经营权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们老爷子最喜欢用千数高低来决定厂子的经营权。但你告诉我，我们能赢下这个初六？你放心，二老板，
他这次只是侥幸，下一次我们一定会赢的。那如果赢不了呢？都听二老板的，你说怎样就怎样。听我的，那就简单了。如果赢不了，你就给我去死！都给我去死！小黑，你别怕，演死。梅姐，初六，你看到我在这儿，一点也不意外。我去乡下找张大军的时候，梅姐都能恰巧路过，在这儿碰到，更不会觉得奇怪了。揶揄我是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特意在这里等你的。你的好兄弟老黑呢？老黑跟他的好兄弟在一起呢。梅姐，你有话直说吧。你来这儿找我，应该是因为他们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只是我需要你的地方，你会帮我吗？从小，六爷就教我，得人恩果千年尽，念人恩惠，记人情谊。如果不是梅姐，想必我早就冻死在这哈北街头了。梅姐，我一直有件事情想不明白，你明明可以有很多选择，为什么偏偏要走蓝道这条不归路？你虽然想找邹老爷子查明你父亲的死因，但你并不了解邹家。哈北蓝道素有一邹二齐三丰美之说，邹家排名第一。邹家兄妹三人，老大人称大老板，并不涉及蓝道生意；老二人称二老板，和我的闺蜜邹小贤，则负责邹家主要的蓝道生意。邹小贤？对，他人在国外，现在的生意则交给我来打理。而二老板现在正在和我争抢一个即将开业的新厂子的所有权。按照邹家的规矩，一定要在牌桌上定胜负，决定新厂子的管理权。这也是我想找你帮忙的地方。江湖上无权无势，走哪条路不是荆棘满布？不赌一把，这辈子就只能在底层烂泥里打滚。输了，大不了横尸街头；赢了，或许还有龙游四海的机会。不是这样的，梅姐。是，邹家是产业遍地，是声名显赫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每一座高楼都是由赌徒们的白骨堆积起来的，每一个铜板上都沾染着赌徒们的鲜血。梅姐，你不应该这样，你不应该趟这滩浑水，也不应该越陷越深。初六，梅姐没看错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江湖问路不问心。初六，你要知道，我就算不走这条路，邹家依旧在，这台吸血的机器依旧在高速的运转着，而邹家幕后的老板邹老爷子，也就是你要找的人，还是顶着哈北蓝道第一家族的旗号，继续着他的蓝道生意。所以，我决定不了什么的。我明白了。
梅姐，我可初六，你先别着急回答我。邹家虽非龙潭虎穴、刀山火海，但邹家人的心狠手辣，在蓝道上可是出了名的。这番凶险，你是可以回避掉的。江湖路险，赌君如当。我如果真的怕凶险，就不会走这条路，更不会想去找邹老爷子。明天，我陪你。荣门小朵，你想干什么？练骰子，什么？练习骰子。你拿我当靶子呀？谁让你偷偷出去不带我的？老黑呢？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江湖路远，你多珍重。有我兄弟一场，我希望你好。他有新朋友了吧？千门荣门虽非同门，但属一道。如果你真的想练习，可以把你融门的技巧融入其中。小朵，停！明天我要去干一件大事，但是极其危险，你就在家等我就好，对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小朵我可是荣门出身，本就是命如草芥，鹿死浮萍，我怕危险。我还就告诉你了，越危险就越好玩。你要是敢不带我，我就……老黑，你个忘恩负义的大黑鬼！今天我就让你好看！朵姐，你别激动，初六不要我的。你放屁！小朵，别闹事，下来。光蕊的苹果，赏你一口。
给我走开！装什么忠妻烈女啊！苏梅，老子告诉你，你跟我一样是苏家的狗，但不同的是，我是藏獒，而你是河马狗。怎么，你挺中文的？好，爹，初六的，老子输的，老子认。滚开！离梅姐远点。我还真佩服你们这帮小老千啊，在牌桌上搞点小钱就算了，这一见到女人，连他妈姓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赌一局，赌命，敢吗？你脑子坏了？赌命？你这条贱命值几个钱？跟我……还要告诉你，这是邹家，要你的命需要赌啊！老黑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把他给我扔出去！快去，别让高老生气。听不到我说什么吗？老黑，你敢动初六一根手指，我今天都跟你没完！我看谁敢！初六爷，轻吧。我他妈让你把他扔出去，不是请你出去！我要是不出去呢？初六爷，别逼我。吵吵吵！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吵啊？二老板，小黑，我们不生气，不和他们这些粗人一般计较。我都说了180遍了，我叫老黑，不叫小黑。我都说了180遍了，我叫老黑，不叫小黑。苏梅，我发现你这个臭女人是真的摆不清自己的位置。你不过是我妹豢养的一个门客而已，她都不敢跟我争新场子的经营权，你凭什么呀？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邹小姐既然全权委托我处理这件事，那我必将全力。至于能不能争得过二老板，可能也得先争一再说。中国到！愿关二爷保佑我邹家兴场，财如下山，鹤似潮水涌门。我邹家愿香火长供，祭拜万年。
都坐吧。老爷子传话了，这次还是按以往的老规矩办。新场地的所有权由二老板、苏梅两方在牌桌上定夺。跟以前不同的是，这次的赌局由两方各派3人，3局2胜，胜者一方获得新场地的经营权。你们现在可以研究人选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赌局开始。梅姐，以往都是各派1名牵手，没想到这次是3局2胜。初六，你只能上1局了，其余2局就只能靠他们2个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行不行。苏梅，你们准备派谁呀？初六，还有我们场子的2个暗灯。暗灯？你们场子还有暗灯啊？我怎么没听过呀？有话直说。梅姐，我们2个已经决定了，以后再也不能拦到这趟浑水了。你也是吗？对不起，梅姐，我们斗过他们的。没想到你堂堂邹家2老板，为了对付我，居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。苏梅，你现在该做的是马上确定赌局人选。我能用的2个牵手被他们逼走，我现在无人可用了。我清楚，你们就是想逼迫我弃权。行，你们做到了。这一次，我弃。等一下，肖老钱，你真的以为凭借你一个人的3脚猫签术就能力挽狂澜？动动脑子想想，这是3局2胜，要3个人，3个。我知道，需要3个人。那你倒是说，都谁啊？初六，算了吧。现在我们除了你以外，没有人懂签术，和他们继续纠缠下去，只会自取其辱。谁说赌一定要懂签的？在牌桌上，签不过是技巧，而赌则不然。赌是对人性的窥探，签可以左右输赢，而赌可以改变生死。所以，另外2个人选分别是梅姐，还有小朵。我？嗯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我可什么都不懂，到时候输了你可别怪我啊。不会。初六，我和小朵就算上桌也是必输了。与其到时候被他们羞辱，还不如现在就退出。喂，苏梅姐，初六都说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你叫苏梅，不会真的怕输梅吧？对啊，你是怕把自己都输没了吗？蓝道上讲，骰子未落便是乾坤未定。不到最后一刻，谁都没有办法定输赢。
裴姐，相信我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是输是赢，是生是死，我们一起便是。钟伯，我们3人已经定好了。好，大家请移步赌场。这龙象赌场共有169台赌博机，中场有38张赌台，贵宾室8间，超级 VIP 3间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也意味着龙象赌场不光是在哈北，升值成为关东最大的销金窟，它也将是我们邹家最大的造钱机器。这里也将成为关东赌徒最大的人间炼狱。第一局，骰子局，规则很简单，双方同时收骰，同时落钟。现在你们双方各自派人，10分钟后，第一局开始。皇润，初六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天天一副假仁假义的模样。我们老黑不过是赌了2把，输了点钱，你就这么对他？来，今天我就替我男朋友出了这口恶气。一提老黑我就生气，我来。可是我会骰子，我的骰子是想不通的。还记得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仙门荣门本就是融会贯通，放轻松，输赢不重要。我听我老公说过你，荣门的一个小女贼，叫小朵，对吧？对，正是你姑奶奶我。你发育完全了，就敢自称姑奶奶？你，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有人嘲笑你个子小，你就砍下他的下巴，这样你就比他高了。反正我们不是要赌，不然我们再加点赌注。加什么？谁要是输了，就自断双腿。怎么样？就自断双腿。怎么样？小朵可以吗？这丫头怎么突然加注啊？他就是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。你放心吧，这丫头鬼着呢。我才不会陪你玩这种幼稚的鬼游戏。但今天我赢定你。时间到，双方准备，开始收骰。你和我使诈！千主，鬼道，我不诈你，难道诈自家？落钟。
钟伯，他违规，他拿刀伤我，导致我……签，有合乎规矩之说吗？这……开审。你为什么只有4个骰子？另外2个呢？你猜。你4粒骰子24点，我就不信了，我8粒骰子，我还打不过你24点。到你了，开审。到你了，开审。小贼就是小贼，你偷了我2颗骰子又有什么用？你8颗骰子不过17点，而我是24点，我赢了。对不起啊，运气太差了，8个骰子没能咬过他。没事儿，情理之内，意料之中。龙门的小贼，以后还敢自称姑奶奶？黄润，你已经赢了，干啥要咄咄逼人呢？好，都听你的，谁叫我是你的人呢？钟伯，我提议休息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之后开始第2局。好。小黑，我叫老黑呀。你说，我现在要你告诉我，把初六所有的出签习惯，包括他的弱点，全都告诉我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第2局应该是他杀。初六啊，第2局你来吧，这样还能扳回1局。我最后输了，我们也不至于输得太难看。梅姐，你怎么就认定咱们一定会输啊？你不了解别人，还不了解自己吗？对于签术，我可是一窍不通的。我学艺的时候，六爷曾经跟我说过，签路之难，不在山。不在水，在于人心反复之间。这世间就没有稳赢的局。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咱们不一定会输。第2局是麻将局，比的是双方的眼力以及记牌能力。由我洗牌之后，双方各自选出13张牌后，互相认对方牌张。认对牌张多者为赢，双方有无异议？好，那就各自派人上场。风宽，你去。苏梅，你是第一天认识我风坤吗？起个胆子，敢做这跟我赌？我苏梅一只脚踏入蓝道的那天起，靠的就从来都不是胆子，而是规矩，是道义。我为邹小姐守住场子，这是规矩；初六愿意出手帮我，这是道义。你风坤一个老江湖，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？苏梅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在牌桌上讲什么规矩，什么道义？
只要这局我赢了你，我封坤就是规矩，就是道义。钟伯，麻烦开始吧。麻烦开始吧。好，现在我开始洗牌。来，限时30秒。等一下，玩呢就玩得痛，玩得大一点。家主看不看？怎么加？你不是很讨厌我？你赢了，我就此消失，永远不再出现在你的面前。那我输了呢？很简单，在这个场子的门口连跪3天，逗所有的宾客开心。冯坤，你可真是丧心病狂！怎么，这点胆量都没有？那你上什么牌桌？初六，苏梅姐根本就不懂钱，这她怎么敢赌啊？这个赌注我替梅姐接了。不，这是我跟她在赌，你不配。初六放心，今天我还就接他了。时间到，开始选牌。开始报牌。开始报牌，封坤先手。一头。果然是一头。到松梅。我们是在相盘，不是在相面，没有人愿意等你啊！倒计时开始，5、4、3、2。2条。有意思，苏梅，你是深藏不露，还是碰巧我们的人？9万。拜拜。主，我要求提速。同意，限时3秒。1条。东风。2条。南风。3条。西风。3万。苏梅，你可是深藏不露，但我不管你是麻将高手，还是蓝道翘楚，我不相信你能跟我打平，更不相信你能赢我。要不再加个注？敢不敢？怎么加？输者
断3根手指，从此以后退出蓝道，敢吗？薇姐，薇姐，冯坤，你我身在蓝道，同为邹家效力，过的不过是蝼蚁舔血、恶鬼争食的好当。我本不想一定要和你走到你死我活的境地，但你太咄咄逼人。今天这个赌注，我不为我个人，而是为了那些被你用各种肮脏手段坑害的人。苏梅姐，你不要答应。小朵，放心吧，我叫苏梅，但不会真的输梅的。你觉得我害人，那你给邹小贤逃离赌场，你就不害人？苏梅，不要在这边惺惺作态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世上的每一个赌徒都不值得可怜，就是他们死的时候，他们的墓碑上都要刻着2个大字：活该。初六，你快劝劝苏梅姐啊！你觉得我还劝得动他吗？二老板，你说风坤不会输吧？这个苏梅看起来也不简单。这苏梅赢不赢我不知道，但风坤一定不会输，最差也是个平局。钟伯，我们俩都剩最后一张牌了，谁先谁后？按照规则，双方报牌后同时开牌。开始报牌。开始报牌。你是发财。这么巧，你也是发财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不是发财？我问你，这怎么回事？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风坤，你输了。二老板，二老板，救我吧！你不能没有手指。老黑，一会儿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把他带走。如果二老板阻拦，你也要冲出去，一定不能让他没了手指。你说你是病秧，你说这副麻将，你特意下了汗，做好了记号，每张牌记得清清楚楚。现在那个臭女人记住了，你却认错了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回答我！一定是那会儿，一定有人在这个牌上做了手脚。对，一定有人在这个牌上做了手脚。谁碰过这副牌？除了我和冯坤，还有其他工作人员，再也没有别人接触过这副牌。你
他昨天曾来过这里。老黑，是你？是我吗？哦，是我。那不好意思了，各位，第一次做这种事，没做好，让你们发现了，见谅。老黑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背叛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老黑虽然傻，但没傻透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故意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对付初六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脚崴了。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理解错了，我以为你胸疼，要不要去医院了？可是我怎么去啊？我脚腕都肿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办？你是嫌我胖，是吗？没。那你为什么不抱我去呢？我还是嫌我胖吗？行。哎呀，我老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看我长这个逼样，再看看你，长这么漂亮，哪只眼睛瞎了？看上我？你为什么还要上我的床？那他上得得，那我为什么上不得？小黑，我本来打算好好培养你，让你成为我的心腹，可是你什么你？告诉你这死二鱼，老子行走江湖靠的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兄弟情义。背叛兄弟这事儿，我这辈子都做不出来。老黑，你不早说，我还以为你真的为了钱，为了女人投靠他们了呢。怎么可能啊，多少钱？我老黑为兄弟，那不是两肋插刀，是两肋插刀都不能出卖兄弟。殘枝火似再難照亮，夜已靜，神迷惘，舊歡似幻象，夜風中獨來獨往，殘枝火已冷難再亮，舊夢如能再納復那當日模樣。以往那火光化出千萬。我杀了他老黑怎么可能敢？这很难吗？你下汉的手法非常一般，有些过于相像。就比如这张妖姬，你在这上面加了一道痕迹，对吧？但只要再加一点，它就变成了发财。难道说没怎么做？轻轻一点而已。怎么认牌，我已经告诉你了。但是，如果你觉得自己认不准对方的牌，可以把他下的汉破坏掉，这样他一定会认错。有这么下作的手法？哎，不是我方法下作，冯坤，是你学艺不精，害人害己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初六爷，今天我再送你一句话：江湖路险，赌局如刀，每一名牵手的四目，都将是一场自己给自己设下的死局。周易，不能，你要救我，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的事就没有人敢动我。冯坤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
是了解我的脾气的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千门之人，怎么愿赌服输不懂啊？我这里说，只要跟着你，出什么事都会保护我的。是呀，可当初你不像现在这么威严。你知道，我的身边从来不有你。不就是几根手指？没了就没了。别人家，二老板，求您再给方宽一次机会。他是废物，你以为你不是吗？不过是运气好，帮我赢了一局而已。要不你问问他，想要个机会吗？方宽，你看我对你多好，亲手替你处理。钟伯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赌了。3天之后还在这里，最后一局决定输赢。苏梅，你同意吗？好，3天后还在这里。王老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这2天，我一定让楚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我不同意。我们是蓝道，是千门，不是黑道，不是索命门。你们昨天提前换麻将，我可以当做没看见，但是现在我不能再视而不见了。钟伯，认清楚你的身份吧！你不过是为我邹家服务的一个管家而已。你说错了，二老板，我不是服务于邹家，我只是服务于邹老先生。开个玩笑，钟伯，别当真嘛。您可要长命百岁，好好服务我老爹。我这个邹家2公子还等着给您养老送终。二老板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，只要他能来，我们一定能稳赢不输。谁？九指天残。九指天残，天生九指却痴迷千术，在上一辈哈北蓝道中绝对是1等1的实力人物。16岁出道，便约战关东3鬼，以1敌3，直接挑了3鬼的场子。当年你父亲邹老先生便想将他招至麾下，被他拒绝了。邹老先生曾说，他一个人编织10间赌场，在我们哈北千门中是最有可能晋级千门摘星榜的千手之一。而现在浅修在这里，应该就是为了备战千门摘星榜。
有旨前辈，邹家二老板今天特意来拜访前辈，不知前辈可否赏脸一见？喂，有没有人啊？再不说话，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！九指前辈，小九，叫我小九就好。初次见面，这里面是50万，就当给前辈的一个见面礼。我要钱没用，每天都吃的饱饱的。九叔叔，这次我们来是有一件事情想麻烦您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以后您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我让你滚！哼！这个老的在这边装什么前门隐士啊？我告诉你，别人都说了，你的签术狗屁不是，就是怕输啊，才躲在这里。啊！看什么看啊？傻子，九指天才，人说了，就是10个手指头，那我给你砍下来。喂，少根手指头又不是少根舌头，哑巴呀，说话！老大是不是脑血栓啊？抓了半天，一张牌没抓住。谁说的？那个人叫初六，哈北后起的一个小老千。前辈，您别看他年纪小，签术可不一般。他还说了，他的签术可远远超过您啊。他在哪儿？您想见他吗？没问题，我来安排。不过，您一定得赢他。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。您说。第一，我要先见见他，看他配不配和我赌。如果他配，我和他才正式进入对局。没问题。第二呢？我若是赢了那个初什么六，你就把他的满口牙都敲掉，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。不用您赢了初六，我现在就可以敲掉他的牙齿。二老板，不过您是不是得先让我看看您的本事？没问题，看什么？随便。嗯。签术不是魔术，不是给人看的，是要人命的。你和老黑的这番双簧，居然演得这么漂亮，瞒天过海，骗了所有人。不然，
我也不可能有机会一家风坤的。我问你啊，楚六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身边的人真的背叛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，我又何尝不是？担心也没有用了。现在邹家的人已经盯上他了。师傅曾经跟我说过，人在江湖可以不识字，但不能不识人。老黑总说自己是蓝道中人，但其实他并不是。蓝道讲究的是利字当先，但老黑心中最看重的是义。黑姐，我一直有个问题很好奇，特别想问问。关于我的吗？对。你说。你明明可以把天象打理得风风火火，但是天象一直死气沉沉，也没什么客人。我想问问你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，哎，别进来！你要什么吃的，我给你拿去。来碗牛肉面，不加牛肉，不加面。那叫牛肉面？那它不是牛肉汤。账算你身上，有问题吗？可以啊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记我账上。哈哈哈哈，爽快！啊，哎呀，你就是初六？嗯。老板，店铺关门，所有的人都出去，包括你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这。这多不好意思。半个小时之后回来即可。那行，哎，走。来吧，咱们俩赌一局，我看你配不配。你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你配不配。睁大眼睛，看好了。多少粒？138。139。你点数。一共138颗豆子。错，
139例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配知道我是谁。我没想到你很一般，并没有外界传说中的那么高明。我知道你是谁。翻摊的规则，我不用对一个千手解释吧？报数3， 10米之内明察秋毫，这对一个千手的眼力是最基础的要求，而你连这一点都没达到。那你说是几？我当然和你给的答案不一样，我说是1。这样，这么办，咱们再加个赌注。初六，别听他的。干嘛？赌什么？哎呀，要赌，咱们就赌个大的。要是谁输了，就把这碗满满的面汤一口气喝下去，中间不许换气，少一滴也不行。好，我接了。好。这么大的赌注，我上手摊数恐怕不合适，怕有出千的嫌疑。你来。就你这种眼力，居然还敢瞧不起我？怎么样？输了吧？我承认，我是输了。好。请。你违规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输了，但是这个赌注我没有办法完成。你刚才说，输的人要把这满满一碗汤全部喝完，一滴都不剩。但是你刚才撒了这么多，所以因为你的违规，我没有办法履行赌注。你说的有点道理啊。好，我喝了。看，这才叫愿赌服输。小鬼，听好了，2天后你和我之间就不是这个赌注了，到时候我要你的命！他是谁呀？眼力倒是不错，就是看起来精神好像不太正常。单看那只断指，应该就是九指天残了。他正常的很，只是行事风格和普通人不太一样。据说这个人不爱彩色，只爱签数，一生中最大的梦想便是登上千门摘星榜。现在隐在哈北，
等待下一次摘星榜排名。没想到二老板居然把他请来了。初六啊，输赢不重要，我们已经赢了一局了，这便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薇姐，我知道你担心我记不住他，但是这一局我必须赢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见到邹老爷子。这2天我想好好静一静，安心准备接下来的对决。这不是黄豆，这说明你赢了的。梅小德，见到姓初的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有点本事，但不多，倒是可以拿他练练手。天才都答应了，这一局就没问题了。不行，这个老的疯疯癫癫的，姓朱的那个王八蛋又那么的狡猾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二老板那个二椅子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捅我了！妈的，你跟老黑人在一块的时候怎么不喊疼？不行，还是得想办法，不能让姓朱那小子上牌桌，要不然我们的末日就到了。钟伯都说了，让我们按蓝道规则走，不让二老板动他。钟伯他妈是你爸爸呀，说什么都要听他。我告诉你，记住，我才是你爸爸。喂，照片上的那个人你认识吧？你是谁？别管我是谁，我知道你想见邹家老爷子，我还知道你想查清楚照片上那个人的死因，对吧？2分钟内下楼，楼下有一辆摩托车，上车后他会带你来见我。2分钟后如果见不到你，你也就失去了这次机会。注意，手机挂带后放到桌上，不许带。另外，我只见你一个人，但凡有别人出现，你就永远没有见到我的机会。
里边自己进去吧。我来了。风坤，原来是你搞的鬼，2天不见，我还真想你啊。你用那张照片把我引来这儿，想干什么呀？不要紧张，我这么大费周折的把你弄到这里来，肯定是好事。你看啊，我对你多好，我女人被你兄弟睡了，现在30万又送给你。说条件吧。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，一点就透。明天赌局你不参加，或者输掉，这些都是你的。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我的好兄弟呀，我们混江湖的不就是求财吗？你要是觉得不够，我在家里。到底是二老板让你来的，还是九指天残让你来的？你要搞清楚啊！我是来给你送钱，送钱不是交易。你在这边逼逼赖赖，你不烦吗？对了，拿钱否认，你就是我风空的好兄弟，不然。风坤，你不悔改，必将灭亡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上帝说的。上帝，上帝很牛逼吗？上帝有我兄弟多吗？你今天没得选，要么拿钱走人，要么上帝都救不了你。这帮小混混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要打要杀的。这帮小混混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要打要杀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在这里？天大地大，没人的地儿都是我的家。你们怕我输给他，就把他弄到这里，是要杀了他，还是故意让他输给我？回答我！我九指天残与人对赌，还需要你们这种做法？这要传出去，将来我怎么在前门立足？就算你签术再好，也不可能一定赢他。这世界上就没有稳赢的局。说得非常好，天底下的确没有稳赢的局，但是我就能稳赢他，信吗？我不信。再说一遍，我不信。
蠢货，你是输破了胆了吧？你师父没有教过你，签的第一步便是签胆，否则在赌桌上，你连出钱的勇气都没有，懂吗？来，我不打你，把你那只残手交给我。来。就是前辈，他断指伤还没好。疼吗？疼就对了。你只有记住输的疼痛，才配得上赢的荣光。你的3根手指输给他了吧？对手不是他，这是他做的局。你信不信？我只是指挥你，不用我出手，你就能赢了他。去，和他去赌，我只是在场外做指挥，怎么输的，怎么赢回来，一会儿就会知道。因为怕我输，把他绑到这里，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儿。好，我今天再跟你赌一局。赌什么？这里赌具不全，只有这扑克。你是炸金花输他，我让你再用炸金花赢他。来人，打赌台。这是我平时玩的筹码，每人100万，输光为止。输的一方回去付款，有异议吗？好，来，你来发牌。注意，要是胆敢耍花样，偏向封困，我就剁你的手。我不会欠输的，我不会欠输的。今天我让你堂堂正正的赢了他。炸金花单牌叫注，最低5万起叫，两位有异议吗？请验牌。没必要，让他来。我也没这个必要。两位自己摸牌吧，我怕发的不好。我不以大欺小，还是他来。不必看牌，对方下注。5万。他拿的是一张红心 K， 稳住。
这种技法最基础而已。不可能，我以手背为掩护，你怎么可能发现？我不但发现，我还知道你这张是红桃 Q。这人眼力之好，远超我的想象。是吗？他接下来想要一张红桃 A 形成同花顺，而你现在手中是2个4，下一张牌你再摸到个4，这一局你必定胜出。跟住。看你的手型，你想用掌握乾坤来去拍，其实用不到，你直接就可以拿走你想要的那张牌，我不在意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赢定你了。你就那么确定吗？恭喜你，拿到了红桃 A， 形成了同花顺。去，把第3张牌给我取出来。不许看。请下注。我全下。跟住。我跟。再加注。我已经梭哈了，怎么加注啊？废物！摘下2根手指。怎么了？你怕了？你已经没了3根手指，还在乎这2根吗？啊？风坤，你要记住，不疯魔不成活。想要成为顶尖的枪手，就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。想要成为顶尖的枪手，就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。我信你，但我要看牌。你到底标不标准？你急什么？你真以为我不敢加注啊？别忘了我叫什么？我叫风坤，发疯的疯。我现在就用这2根手指给你加注，你敢跟吗？9指天残，绝对是千门里高手当中的高手。
他刚才报的我这几张牌全都是对的。没错，我就是碰短顺。但是我不信你是3条4，所以这2根手指，我跟你。他跟了，他真的跟了！我真没想到，我原来以为对付你很费劲的，没想到这么容易。少废话，开牌。急什么？急着让我砍你2根手指啊？好，我满足你。很煎熬是不是？这就对了。当初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，今天我也让你尝断指之痛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样？我刚刚看到的明明是4，怎么会变成2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其实4和2区别并不大，只是少了2点而已，就像你少了2根手指一样。你他妈骗我！不是骗，这是签。舒服，好久没尝到拳头的滋味了。继续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因为你坏了我的规矩。我本想在赌桌上赢他，折磨他，你却把他弄到这里，不让我和他赌，所以今天你就要受到惩罚。哎呀，来吧，自己动手。结束之后，去打个破伤风。这刀可太秀了！你是不是一直在想要拿刀砍死我？但你不敢，因为这样，明天邹家老二就赢不了姓朱的那小鬼了。到时候他会好好的折磨你。我猜的对吗？你现在想的是，明天我赌完1局，第一个杀了我，对吗？对吗？
拜拜啦！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，帮我保住了2根手指啊？我根本没有保你，甚至我现在就可以抓你的钱。你摸第1张牌时就已经充钱了。我没有抓你，只是因为讨厌他，而不是要救你。天亮之后，你的手指或是命，依旧保不住。好，就算是输，我也会光明正大的在牌桌上等你。等一下。作为一个签手，难道你就不奇怪我是怎么把封坤的那张4换成2的吗？不奇怪，我甚至觉得很正常。妈妈从小就说，衣装带红，万事亨通。我知道你不信这些，但放在兜里，也是个心理安慰呢。多谢梅姐。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你先说。赌徒也好，牵手也罢，一旦上桌便身不由己。现在输赢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你答应我，绝对不能以生死为赌注。好，但如果我赢了，这间场子以后让我做主。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可你想过后果没有？邹家会怎么做？我是老千，千的尽头是算无可算，牵无可牵，所以无论邹家做什么，对我来说都没有区别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走吧。怕吗？老黑，我刚刚教你那句话怎么说的？讲给他。牌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，除非这个人叫朱六。我教练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当然，小事一桩。王老板，他们来了。王老板，他们来了。我们定的是9点钟正式开局。二老板，现在还差15分钟，如果你的人还没到，要么弃权认输，要么换人。知道了，你已经说了3遍了，你当我是聋子吗？人呢？我问你们人呢？
老板，他没有电话，也没有传呼机，去他住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他的人。你现在通知我人不见了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老板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所有兄弟都撒出去了，就算是翻遍整个哈北，也一定会找到的。冯坤，今天你如果找不到他，我一定杀了你。还有你。还有5分钟。3分钟。钟伯，别催了，我求你了。1分钟。人来了。人来了。你还没死呢？没死，人估计再晚来一点，我就死了。我不想赌了。不赌吗？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你，你现在告诉我你不赌了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试了他3次签术，我感觉他弱不禁风。若是我赢了他，蓝道上不会有人在意。可我在意啊！我不在意你的在意。前辈，您说，您想要什么？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。我问你，什么是钱？回答我。签就是出签，就是骗，就是诈。放屁！告诉你们这群蓝道中的耻辱，千门中的败类，到底什么是签？签是掌中牌，是指尖骰，是偷天换日，是瞒天过海，是以千变万化间赢得千万敌手。你们明白了吗？你说的不对。那你说是什么？签是局中设局，是戏里藏戏，是智者落一子而定全局，是枭雄动一念而定生死。签是智者的博弈，是枭雄的权谋。签非术，签乃道。不入此门，不解此道。好像有点道理。要不，我亲自和你赌一局？初六爷还不如不开口了。那老登不赌，我们不就直接赢了吗？你懂个六！天残不赌，
邹家那个二椅子一定会有别的幺蛾子。钟伯看着表面公正，实则还是偏向二椅子的。这一局为梭哈局，共有2副牌，但只有1张黑桃 A， 将在第5张牌时放在牌中，其余牌张报数买牌。第5张牌时，2龙抢 A， 你们双方抢牌，在你们的手边各有100万筹码，期间可自由弃牌。2位可有异议？开牌。2位请阅牌。2位请下注。请选牌。正数第18张牌。请选牌。倒数第6张。黑桃 K 说话。10万。跟你10万。请选牌。倒数第21张。正数第6张。黑桃 Q 说话。10万。这一局的精髓在于最后夺牌，但前提是前4张牌一定要拿到4张的同花顺面，这样才有机会去夺最后1张牌。我说的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一定能拿到同花顺的，但你确定能拿到吗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定的事情，你不确定，我也不确定。那既然都不确定，不如我陪你赌这一局。我跟你。第8张。第32张。第29张。第7张。2龙夺 A， 我将把这张黑桃 A 放在牌里。如果谁抢到这张牌，自然算赢；如果双方都没抢到，那就以牌面大小为算。你拿到了同花顺面，已然不错，但这远远不够。现在才是决定你命运的时候。这何尝又不是你的命运？人生如局，步步是注。既然你如此自信，那不妨咱们再加些赌注，如何？
加什么？赌命。周芷天才，你要是真厉害，就跟他赌命。好，我同意，拿你的命和他赌。怎么不敢啊？不敢就给我乖乖闭嘴！这3根手指就是赌注，敢吗？初六，不要答应他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我虽是牌桌上的对手，但其实并无仇怨，你为何下此狠注？不，上了赌桌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对手。不下狠注，激不起我的斗志，所以必须下。怕了，怕是正常的。如果怕，现在认输，从此从蓝道消失，以后千门便没有你这号人了。咄咄逼人。对，我就逼你了。除了赢我，还能把我怎样？除了赢我，还能把我怎样？天才叔啊，干得漂亮！赢死他个王八蛋！闭嘴！再说话就拿你的命和他赌。你好，既然你想输，我成全你。双龙夺 A 需要2人同时出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。2位请亮牌。苏梅，别说是你了，就是邹小贤来了，结局也是一样。我今天能请九指天残废了你的人，明天也能找人废了你。钟伯，还等什么呢？宣布结果吧。请开牌。
哼，我就说初六不会让我失望的。这怎么算呀？这一局平，加赛。加赛可以，但我要提个要求。说，如果我赢了，这间厂子以后发生任何事情都由我来负责，和梅姐无关。好。这一局是骰子局，以点数大者为胜。这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吧？有附加条件，每人摇骰盅10秒后，双方交换骰盅，5秒后落盅，以交换后骰盅点数为准。有意思。我好奇怪呀，你和我前几天看到的好像不是一个人。那天你连110个黄豆粒都能看错，说明你的眼力很是一般。可今天，你居然准确地看到那张黑桃 A 的位置。你真觉得那天是我错了？什么意思？那一盆黄豆粒里面夹杂着一颗泥丸，而你却错把泥丸当成了黄豆。这不是黄豆，这说明你赢了的。我不信，是在故意扰乱我。告诉你，你做不到。开始收骰。还有5秒。交换骰盅。落盅。钟伯，如果再次平局，又该怎么办？当然是继续了，直到我们赢了你为止。开骰盅。看北点，这一局至少是打平，不会输。到你开骰盅。初六，你的确不错，短短15秒内，把所有的骰子全都摇碎，这一点，你我旗鼓相当。等一下，我再加个注。说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见到我必须喊爷。初六，我输了，同样如此。你真是天大的口气呀！蓝道江湖，敢称爷的有几个？摘星榜上的顶尖拳手，敢称爷的又有几人？你个初出江湖的毛头小子，居然敢称爷！你不敢？哼，我今儿个就戒了！
又是平局。你的确勾起了我的斗志，和我连听2局，放眼整个哈北，很难找出第二人。只是你江湖当爷的梦，恐怕实现不了了。当然，能和我一桌对赌，已经是你这辈子的最大荣耀了。不一定吧？你他妈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你们现在一点都没有，是平局，还有什么不一定？哼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8岁学艺，12岁跟着师傅走江湖，在南岳学得顺风10里、听风辨点的本事；15岁在巴闽学得荧光观物、明察秋毫的技巧。出道以来，我从未输过，但是这几天你一直在跟我说不配跟你赌，刚才还说我不配在蓝道称爷，但今天这声爷你叫定了。你他妈少装神弄鬼，这局是平局，你瞎了？你过去。低头。你要是敢耍老子，我今日必杀你！推开他。重生归位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把破碎的骰子能重新组合，哈北还有人有如此签术？输了，我输了！天蚕潜心签术，自认为哈北无敌，问登摘星，可今天连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都赢不了，这签术我还学它何用啊！我输了，我认。来，把断指刀给我请上来。我9指天蚕，以后只剩6指了。那蓝道江湖，从此就再也没有9指天蚕这号人了。爷，初6爷，这3根手指，我就送你了。你拦着这个废物做什么？让他断了他的手指，舍不得。我来。你，我当年拜师的时候，6爷曾经跟我说过，签的境界远不只在于牌桌，签是草莽江湖当中的智慧。你把路走偏了，你这3根手指已经输给了我，我想要的时候自会来取，但是你不能动。千飞术
钱乃道，不入此门，不解此道。好，我应你。需要手纸，我随时送到。钟伯，我知道你偏心邹家二老板，但现在胜负已定，您是不是应该公布结果啊？这一局初六胜，我邹家新厂的经营权交由苏梅。冯坤呐，冯坤呐！刚刚在这儿，还有你，这就是你给我找的高人？你知道我损失了多少吗？二老板，二老板，我错了。立刻给我找到冯坤，我到时候把你们一起收拾。叫什么叫？就他妈在这里！冯坤，你要做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他妈的哪个拿我当人了？特别是你这种王八蛋二女，老子给你干活，还他妈不能输，你当老子神仙啊！冯坤，你先把打火机放下，之前的事情我可以和你一笔勾销，要不然，我先收拾了你的女人。冯坤，救我！你他妈这么怕死？做老子的女人，你要随时做好陪老子一起死的准备。还有你苏梅，你个臭娘们，老子几次要睡，你他妈都不同意。现在跟这个小白脸好了，舒服了？冯坤，你少放屁！还有你，这个王八蛋！你好好的做你的小老千好不好？别偏要上这种浑水嘛！你不是老千，来呀，见我呀，见我呀！怎么不说话呢？你刚刚不是很牛逼吗？别动！你他妈这个小毛贼，老子知道你有道理。在今天，你别给我耍花招！你才是小毛贼，你全家都是小毛贼，你应该叫我姑奶奶。再敢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把这给点了。点啊，你点呗，你看谁跑得快。不要刺激他。这么大年纪的人还这么怕死。你不说话，我差点把你这个老不死给忘。你说你天天陪着邹老爷子，你为什么不能替这个阿姨子多说点好话呀？他至于这么折磨我们吗？至于到今天就鱼死网破吗？方坤，你说我可以，对邹老爷子说话要放尊重。滚！老子他妈现在都不怕死，还尊重个屁呀！姓楚的，你现在过去自断自己的5根手指，老子今天也要让你尝尝老子的断指之痛。我要是不呢？你今天断指，老子饶你一条活，其他人都他妈得死！断指，烧死，你选一个。我选择烧死。我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你怎么还不动手？你还在等什么？
你还在等什么？老子今天跟你们一起死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水怎么可能被点燃呢？水，我提前做好了准备，都是等输了过后跟大家同归于尽。怎么会是水？很简单，因为你叫风坤，发疯的疯。这一局我一旦赢下来，二老板必然不会放过，所以你一定会发疯。你不是叫我小毛贼吗？你还说对了。今天一早啊，我就偷偷潜进来，果然发现你提前藏了汽油。你姑奶奶我呢，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就偷偷换了一下，就这样了。二老板未必会搞事，但是风坤必须得防备。小杜，辛苦你了。你放心吧，风坤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，但是我会把你交给你的二老板。交给他？你还不如让我现在去死。人我交给你了，其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了。荒唐！等一下，有事吗？当然有事。还记得吗？赌局开始之前，你答应过我，如果我赢下这局，这间厂子以后由我做主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现在已经是你做主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。你通知我什么？老黑，苏六爷，老黑在呢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待在这间厂子，每来一个人就跟他说一句话：这间厂子无限期停业。得嘞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应该问我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好，那我就问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业？让邹老爷子来见我，我亲口告诉他。你他妈疯了吧！还有你，邹二椅子，看好你的厂子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。I'm a badass. Badass. 知了，你觉得人为什么会痴迷于赌博？欲望，无休止的欲。你觉得赌桌上的人都是什么人？这赌桌上分为两种人，一种是玩钱的，一种是被钱玩的，但他们的结局殊途同归，都只有一个：什么？理性丧失，自我沦陷。他们的结局都是倾家荡产。这个我懂，时赌时诈，步步为营。我们还需要多久可以收网？快了，我猜邹老爷子很快就会见他，那个时候
就是我们捕捉这只老狐狸的最佳时机了。你觉得他是不是对你产生怀疑了？不好说，他智商很高，防备心很强，在他的世界里，似乎没有完全可以相信的人。包括他身边的小朵和老黑呢？对，包括。想过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格吗？也许就像他说的那样吧，出剑的手快，不如藏剑的心深。老爷子，